有一个国家，它与中国称得上同文同种，文化上一脉相承，血统上极其相近，历史典籍用汉字书写，历史上也多次被中国统治，但它的国民却很敌视中国。这个国家就是越南。越南的意思是百越之南，是清朝嘉庆皇帝册封的国号。作为中国自古以来的藩属国，向中原文化看齐已成了越南人血脉基因中的东西。今天越南人的日常娱乐生活甚至和中国人没什么两样，比如几年前热门清宫剧《延禧攻略》上映时，越南版甚至比大陆还快9集，以至于中国观众还在争论角色的命运走向。南边先传来喜讯，剧中反派尔晴已在越南被赐死。除了文艺作品，越南还保留着春节、端午、清明、重阳等节日传统，他们也是自己为龙的传人。越南人也讲究12生肖，只不过用猫代替了兔子。越南本土的高台教推崇3教5道，其中5道指的是儒道、医道、圣道、仙道和佛道。皈依高台教等于同时信了世界最大的5种宗教，买1送5，性价比极高。按理说有这种同宗同源的关系，越南与中国的关系应该很不错。然而在越南历史博物馆中，许多藏品展示的都是越南人民反抗侵略者的英勇事迹。越南政府出版社推出的《越南古代史》说，越南历史就是一部中国侵略史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落差呢？在汉字文化圈的国家中，越南是隶属于中国时间最长的国家，长达1000年，因此在越南历史中，这段时期被称为北蜀时期。但是越南北蜀的1000年不是十分稳固的，中间还伴随着4次脱离，每一次脱离时间都比前一次长，最后一次则定格在明朝。那么越南是如何一步一步脱离北蜀，并最终独立成为现代的民族国家呢？越南的主体民族是京族，京指的是居住在红河三角洲城镇区的人。红河三角洲地处水、海、陆3路交汇处，在漫长的远古时期，这一带地区孕育出独特的百越部族和文化。随着秦始皇统一中原，由不满族的祖龙将目光投向南方。公元前219年，大秦南征百越。对于仅有原始部落文明的百越地区来说，披坚执锐的秦军的到来无疑是文明上的降维打击。但是与中原迥异的气候环境还是阻挠了秦军一路推进的步伐，最终秦军只能停留在北仑河一带，在岭南地区建立象郡、桂林郡和南海郡。随后大量中原居民迁徙来到岭南，沿着河流和平原设立据点，开垦土地，发展农业，与当地百越部族杂婚，并将他们同化。今天越南的叙事将这一过程称作入侵，但实际上是更先进中原王朝向落后的原始部族带去了文明和开化。随着强秦2世而亡，楚汉逐鹿中原，偏安一隅的越南在无人注意中开始了自己历史上的第1次独立。南海郡尉赵佗趁中原局势大乱，把桂林郡和象郡收入囊中，封锁对中原的联系，建立南越国。赵佗也因此被视作越南历史中的开国之君，不过他是河北石家庄人。赵佗的南越国延续近100年，于公元前111年被汉武帝所亡。作为中国历史上武功最出色的皇帝，武帝将幅员8000里的游牧帝国打得六处不反息，征服一个小小的南越自然不在话下。南越灭国后，武帝在此处设立胶州刺史部，由中央王朝直接管辖，越南正式成为汉王朝的一部分。胶州刺史部一共设7个郡，其中4个郡是中央王朝直属，而剩下交趾、九真、日南3个出郡地处红河一带，归属中原王朝时间短，部族势力强大。出于妥协，西汉朝廷采用的办法是由中央朝廷任命郡级官员，县级官员则是由部族首领担任，属于西汉版1国2制了。但是到了西汉末年，朝廷在这里开始实行和内地一样的制度，即郡县派遣中央官员直接统治当地人民，并实行征税，这就威胁到了部落首领地头蛇的统治，一股反抗潜流开始酝酿。东汉初年，公元40年，当地部族爆发起义，起义军迅速攻占大部分交趾地区，这是越南所说的第1次脱离中原王朝统治。
得知交趾暴乱，光武帝刘秀迅速任命马援为伏波将军南下征讨。算上路程时间，马援也仅用3年就收复交趾，把原本不服大汉统治的部族通通革除，重定律法，再次引入大量中原移民，发展农业，把汉朝统治延伸到县级。从公元40年到43年，越南第一次独立仅有3年。说是独立，但更像是一场平定地方叛乱的战斗。天下大势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到了东汉末年，整个中原地区都在闹分裂，越南也就顺应大势的分裂了。先是汉末世谢割据达40年，到了公元544年，胶州豪族李奔因不满胶州刺史的苛政，在胶州起兵，自称南越帝，建万春国。然而李奔过于高估自身实力，第2年就被梁朝武将陈霸先打得满地找牙。幸好陈霸先随后北上加入中原皇帝排位赛，虚有其表的南越帝才得以喘息。越南历史把李奔建国称为第2次脱离北属，但是对于陈霸先来说，这只是一个地方叛乱势力而已。到了589年，隋朝南下灭陈，再次统一华夏。602年，万春国被隋朝灭亡，重新被设立为交趾郡，又一次并入华夏大一统王朝的一部分。隋唐时期的越南或者说交趾一直很安分，但随着中央王朝的衰落，越南独立的曙光再一次出现了。唐末5代十国时期，各地都在藩镇割据，谁也没空搭理一个边陲地带，越南也就再一次独立了。中原各国打得火热，越南这边的乡村械斗也不遑多让，经过一系列内斗，最终由一个叫丁不领的人统一交趾各州，称帝为王，国号大渠越，史称越南丁朝。丁朝也被认为是越南建国的创始阶段。在丁不领逐步统一群雄时，中原的皇帝争夺战也逐渐落下帷幕。赵匡胤的宋朝战队脱颖而出，逐个扫灭十国。丁不领看到中原逐渐有大一统的趋势，急忙让儿子丁敛遣使宋朝入贡请封。对丁朝来说，请封相当于找到政治上的靠山，巩固地位。交趾深受中原政治文化影响，得到皇帝的册封才能算正统，否则别人都不会服你。此外，境内发生叛乱时，还可以得到宗主的保护，平时只要纳岁贡就行，相当于交保护费了。赵宋当时重心在消灭十国剩下的割据政权，因此急需建立一个稳定的南方后院，于是接受了朝贡，承认丁朝为宋朝的藩属。越南至此才真正走出独立第一步，由地方与中央变成了藩属与宗主的关系。在宋朝时期，越南虽然与宋朝打过几次仗，但双方还是大致保持了表面和谐，属于脸上笑嘻嘻，心里相互问候祖宗。但宋朝虽然无力征服越南，但要是真把赵家人惹急了打过来，区越南还是顶不住的。所以越南人后来还是安分了一阵子，一直等到宋朝被元朝灭了国。1254年，蒙古大汗蒙哥灭大理国，继续南下，准备吞并越南陈朝。横扫欧亚的蒙古铁骑打一个区越南自然不在话下。然而不出意外的是，这事还真就出意外了。中国古代常形容南方地区多瘴气，由于潮湿闷热的气候环境，南方盛行疟疾、痢疾一类的疾病，古人不知缘由，统一称为瘴气。越南就靠这个，竟然多次击退蒙古人的进攻，让横扫欧亚的蒙古铁骑饮恨白藤江。但是这场蒙越战争一打就是30年，进入持久战阶段，别的什么战术都没用，唯一拼的就是国力。最后陈朝先顶不住了，他就一弹丸之地，怎么拼得过幅员辽阔的蒙古帝国？于是派出使者到元朝请求入贡，大家都有台阶下，双方恢复过往的宗藩关系。蒙古帝国作为横跨欧陆的帝国，元朝作为大一统王朝，却没有实现之前汉唐时期对越南地区的控制，而越南也在这一过程中与中原王朝渐行渐远，甚至在与宋元多次交锋的战争中涌现出的将领，也被后来的越南人视作民族英雄。朱元璋建立明朝后，在外交上沿袭了元朝的策略，宣布包括越南在内的15个邻国为朝贡国，维持宗藩关系，命令后世子孙不得出兵征服这15国。不过朱元璋没想到，
他的逆子朱棣不仅出兵篡夺了皇位，还做出一个违反祖宗的决定，出兵越南。不过朱棣出兵也是有理由的。1400年，越南权臣胡继毛篡位，取代陈朝建立胡朝。给明朝的说法则是陈朝王室无后，我胡朝才勉为其难当了国王。但谎言总是要被戳穿的，有句话叫你可以在一段时间内骗过所有人，或者在所有时间内骗过一部分人，但你不能在所有时间内骗所有人。4年后，陈朝遗老和陈氏后人翻山越岭来到大明京城，向朱棣控诉胡氏篡位。朱棣半信半疑，决定先派士兵护送陈氏回越南，不料半路竟被胡军袭击，陈氏连同大明的士兵也被一并俘虏处死。朱棣于是大怒，在1407年以恢复陈朝为名，出兵南下攻灭胡朝。越南被重新改名为交趾，设3司管理。明朝中原内地设13司，俗称13省。越南相当于从藩属国直接降为成明朝内地的第14个省。明朝还实行一系列的同化政策，比如强迫当地人改变风俗传统和生活习惯等，这些行为引起了当地人的不满。在明朝统治安南期间，地方民变不断，直到朱棣的孙子朱瞻基即位。朱瞻基一改祖父的扩张战略，主张休养生息。像越南这种既不安分又没什么产出的弹丸之地，拿着不仅没好处，还要投入源源不断的兵力来维持，就像阿富汗之于美军一样，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。最终，朱瞻基决定放弃交趾，让其重新变成大明的藩属国。越南结束最后一次北属，从此永远脱离了中央王朝。1428年，黎利颁布平吴大诰，宣布大越国在黎利的领导下脱离明朝的统治而独立。后黎朝还编写史书来塑造自身本土意识。《大越史记全书》对越南开国神话的叙述里，越南历史最早可追溯到神农氏的后代金阳王。金阳王娶洞庭君龙王之女，并生下何龙君，越南人称之为百越之祖。何龙君有儿子100人，50人随母归山，50人随父居南方。南方的长子称为雄王，建立文郎国，成为越南神话历史中的开国之君。在这样的叙事塑造下，越南不光在政治上，也在文化起源上与中原的汉民族割裂，并在随后的发展中自成一体。那么脱离中国后的越南又为什么一直敌视中国，甚至直到今天也没有改变呢？因为越南要解决国家民族的一个困境，也就是回答我是谁的问题。18世纪法国人的坚船利炮来到亚洲，靠着文明上的降维打击，将越南变成法国殖民地。法国殖民者统治越南后，废除科举，推行基础教育，以越南国语授课。基础教育带来的是民智的普遍开启，东西方思想和近代知识得以在民众中快速传播开来，人民的民族独立意识觉醒了。这就是殖民经济的一个困境，殖民者需要受过教育的合格劳动力，但人民一旦接受了教育，就不甘心被殖民的命运了。觉醒的近代越南爱国者一直在追求着越南的独立与自主。随着1945年二战结束，战争击碎了近代几百年的殖民体系，民族意识觉醒，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，各殖民地纷纷要求独立，越南也不例外。1945年，越南国父胡志明从日本人手中夺回越南，并摆脱法国统治，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。1975年，北越统一南越，实现了越南的统一。近100年的法国殖民统治和越南反殖民抗争，塑造出越南人近代的民族认同。但作为一个新生的国家，越南还需要更多东西来塑造国民对这个国家的认同。在当代社会科学领域，有一个概念叫想象的共同体，大致意思是，民族其实是我们想象出来的一个共同体，只要我们彼此相信我们属于同一个民族，是一个共同体，我们就能组成一个牢不可破的集体。同时，既然有了我们，就需要有一个他者来充当外敌，才能让内部更加团结。谁适合做这个他者呢？自然是北方的某个大国啦。由于想象这个词天然就带有虚幻感，与现实无关，甚至可以歪曲现实达到目的。越南做的事就是如此，
当越南人回溯更远的历史时，他们相信曾经的4次脱离北属也是独立自主运动。原来我们越南人这么早就建立了自己的国家，而且一直在对抗北方的强邻。诚然，脱离明朝对越南自主起到一定作用，但前3次脱离北属更像是官逼民反和顺应当时中国历史的割据大趋势，与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独立有着本质上的区别。但就像我们刚才所说，这个认知不需要符合现实，只要越南人如此相信，就能发生作用。但是越南真的能够完完全全与中国划清界限吗？越南人现在用着中国产的手机，刷着中国国内的抖音，享受着与中国年轻人一样的流行文化。同时，越南历史上与中原王朝分分合合上千年的历史，也塑造着越南文化和社会。越南古籍文献都是用汉字书写，至今还保留着春节等中华传统习俗。即使越南废除了汉字，新的国语字已经在1975年后大规模普及，但如今越南人如果想要深入学习越南古代历史，仍需要掌握文言文和汉字。如今中越两国已经是关系平等的独立主权国家，国与国之间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国界线，但是两国在文化上依然有着模糊的疆界。